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月16号，还是一样，希望粉丝朋友 15K、16K 有听我建议比特币抄底做对的多单，一定要给我实报住哦，因为底部的筹码来之不易，事隔几年可能才会让你抄到一次底，而且不是每一次抄底真的就100%的准确，只要你做对一次，将来上去不排除就是财富自由，可能你到时候什么都不用去聊，或者是今天视频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就这个18000突破的时候，我也是跟大家讲，你一定要给我实报啊，这个矩形过估计就是会上方一个矩形啊，来到20700美金。但是有朋友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啊，没有听我的建议，这3根我从来没有给大家修正过支撑位，昨天是第一次给大家修正2万美金。那当时底部起来的时候也是一步一步修上来了，15000买的16000是一个支撑位，这个位置也是一个支撑位的买点16000。天天在跟大家讲这个区间的时候，当时是有4个小时的转折的迹象，今天再来跟大家讲一下，或者是我知道很多散户有存在这种心理，在看到利润存在的情况下，以前我也是会有这种心理，想着要不要早早的就赶快给它平掉，因为怕它会不会又跌下去，或者是做空有利润的情况下，也是想着要不要赶快平掉，又怕它反弹又要涨上去。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知识，比如说我们用一些支撑位，或者是压力位，或者是均线的一些知识，你怎么去化解自己的这种心态，包括目前比特币短线如果再上去的话，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继续攻，还是说它这个位置可能会继续横盘，因为我判断可能上方22000美金附近有一点压力位，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聊一下，以及以太坊目前的一些压力位到底会在哪个位置。当然目前的结构我昨天视频已经跟大家重申了，什么时候有看到比特币期货的价格它是高于比特币现货的价格，目前是溢价交易的结构，而且是事隔1年多才出现这种现象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我们先知先觉在15000或者16000你抄底的筹码一定要给我抱住啊！除了这一个现象，那今天也是再看了一下，当时在这个位置2只大金鱼买了超过2万枚的比特币，到现在都还没卖啊！所以我的观点是还是继续抱。那除了这2个现象，还有哪一些利好？也是有看到一些央行开始在担心这一个比特币未来真的会不会涨到 100K 还是 1000K？ 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在13天之前的这个视频啊，当时4个小时趋势出的时候，就这一个视频的封面有跟大家讲，压回是确认啊，你一定要在这种压回确认位置买的话趋势都已经出来，后面每个视频都在跟大家讲趋势这个下沿都是买点，后面的视频也全部都是向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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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天都希望朋友们保啊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短线我们要怎么来观察，等一下再来聊长线啊。短线是这样子啊，就是昨天开始跟大家讲，它这个位置有一些币种，因为看到是开始出上影下影，所以我的观点是有可能这个位置会横盘。那我昨天有跟大家交代的一个超短线的支撑位，你去观察20400点，那波段的支撑昨天是第一度给大家修正到2万。至于朋友们如果是担心就是利润抱在手上，万一它真的在这样子回撤下去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你如果担心的话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知识，就是每次你去看这种大 K 线，怕担心它有这种回撤，你可以设2个防守位，一个就是它一半的位置是一个防守位，你可以选择看是不是要平掉一部分，很多人都是做反了，有利润的时候不敢报，都是想着要不要早早的平仓掉，然后做错的情况下又选择我可能熬个几年它就会上去，但是最终是不肯止损，就一路往下跌。如果真的担心不敢报的朋友，我的观点是你选择这个位置也不一定要平啊，或者你波段支撑我给大家修正到这个2万，你可以把波段支撑万一是它破的情况下，你可以选择平一半也可以啊。那不然还有一个观点，你用均线来观察，一般正常的上涨它现在是涨幅有一点高，你如果担心超短线它会不会下去，那你就在这个位置观察它在震荡的时候什么时候会不会破这个10均线。这一波是非常强的资金在拉的情况下，2只大金鱼是在这个位置买的，那它没有出货的情况下，一个是看大金鱼有没有出货，还有一个是看主力的资金，强势的资金是这个10MA 一般都不会破。然后现在既然日线我的判断是在震荡结构，
我们要看一下短线里面它目前是一个什么结构，其实就是一个矩形的区间啊。很明显，你去观察一下，刚刚早上是有过高，但是不一定会攻啊，因为从指标的一些现象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观察。很明显的看到指标现在开始有背离啊，有背离。今天早上在 Discord 社群也是有发了，包括推特上面也是有发的一个信息，就是目前的结构，你尽量还是看区间震荡为主。它过这一个高点的时候，如果有背离，你就观察一下，背离一般不是买点的位置。当然不是说背离让你卖掉，背离前面有跟大家讲过，日线级别，比如说在去年的几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啊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去年7月份的一波涨幅，它也是指标背离，日线里面是都不知道背离了1重、2重、3重。MACD 也是一直在背离的结构，它还是会继续涨，甚至压回以后还是会继续涨。所以现在4个小时看到是有一点短期的背离，但是日线我的观点还是维持不变，目前是没有背离的结构啊。现在 MACD 也是很健康 ，KD 指标还是在80上方。半年多以来，什么时候有看到它的 KD 指标是在这个80上方？这个位置没有，这个位置也没有，这个位置也没有。这一次是过80，根本就不想破80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不排除这个位置横向震荡也是属于一个强势的结构，它有可能是在被动的，是不是要化解这一个布林线，重新回到轨道内。那另外短线的压力，我要跟大家聊一下，就是它的一个压力区哦，上去是有一点压力哦，因为我前面有跟大家讲过，日线这2个高位我并不看啊，可能是要挑战的。但是短线是要直接站啊，还是说要横一段时间？我估计可能会横个一段时间，然后看能不能挑战。这个压力现在不重要啊，重要的压力是在这个位置。当然，我觉得是要挑战的，因为25000我都觉得可能是第3个目标位，甚至要挑战。你去回顾昨天跟前面2天的视频，那这个位置为什么有一个压力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2000附近，当时这边有一个下跌的大量区，我们可以拉近观察一下，就是在这个位置啊。这一个下跌的位置，当时下方有一个大量，所以我的判断是有可能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拉一条线过去，这段时间就观察一下，就是22000或者$22,500附近。它在过这个压力之前，它是要横向震荡一段时间，还是说奔走型整理？可能短线也不是买点，因为指标有背离。那我们要看它的周线，周线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，目前的一个形态，它收了一个周线里面的一个塔形底，有没有可能横个2-3周，然后看能不能去挑战这个压力区？因为18年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昨天不是有跟大家聊到18年的这一个结构，它的时间是更长，在下方整理的时间是更长，都能横个3根才去挑战前面的这些压力区，甚至最后上去的时候必须要再放量。就是量没有走成一个背离的结果，它这个量是很健康哦，横了3根是在缩量，缩量那你就尽量找压回的低点。那另外整个大长线，为什么还是希望朋友们继续选择给我报嘛？除了每天在跟大家讲的这一个比特币钱包的排名，62名的这一个钱包地址是在4号的时候转入了13800多枚，估计就是买入了，他到现在也还没有卖啊。那还有一个就是67名的。前面在10号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，他在7号的时候是转入了11000多枚，到目前的话也是没有卖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既然这2个我个人的判断不排除就是主力哦，那还有没有哪一些利好消息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现在印度的央行行长开始在担心，由于比特币等之类的资产，怕他们会失去对该国货币供应的控制权，因为自20年疫情爆发以后，也是看到很多的现象，全球的很多不管是有没有做过股票，或者是有没有做过比特币，人都知道一点，现在很多国家的一些货币真的是不靠谱啊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既然一个国家的央行都会担心这种问题，比特币等之类的资产会让该国失去货币的控制权，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问题。一个央行在担心，其实就类似一个人在担心，大家都来用我的钱就行了，我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我有发钱印钱的能力，那我就有取之不尽的钱来花。所以我的观点是这个就是一个利好啊，不要去管，比特币就是看未来。那短线比特币现在涨了这么高，我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就是4个小时的一些
形态或者是交易手法，因为当时记得在底部刚起来的时候，16K 刚起来的时候也是有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，这边它趋势已经出来了，然后它趋势出来的时候，我是有跟大家讲过几个观点。我们如果是短线客的操作手法，你可以去看这个4个小时它在上升结构的情况下，你利用1个小时的布林线下轨出轨的时候去找它的买点。特别是这一波起来的时候，我记得是在1月1号左右啊，天天在跟大家讲4个小时有趋势，你这种位置找买点。那如果真的短线的朋友，你可以选择这种上轨位置平仓掉，但是不能做空，还有这种下轨位置买，上轨的位置平仓。不过我当时是有跟大家讲到一个观点，你如果是短线的趋势，可能上去的时候你会后悔的。当时是有跟大家讲，上去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在后悔？它既然是在上升的结构，那你1个小时下轨买，上轨平，这个位置是没有，也是有接近一次上轨平，或者下轨买，上轨平，平到现在都会后悔啊。当然，当时还有一个位置，我记得是在这一个位置啊，就是16000还是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的瀑布线，因为当时也是有跟大家讲到一个观点，4个小时瀑布线都已经转成趋势正向的结构，这边有一个 N 型出来压回的一个位置，这边不是第一次转正的瀑布线全部转为多头排列的时候，我有给大家一个支撑位，就是$16,600到$16,400附近啊。后面它是不是有一次压回，就是因为撑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买点，甚至后面是过了17000。那到现在的话，现在短线要怎么操作？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，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我的判断有可能4个小时布林线是在横向震荡，你就观察上去的话有可能会背离，甚至来到这个上轨的位置22000，你到时候去观察一下有没有一个压力区。那另外以太坊的一个走势，我要跟大家聊一下，可能还是一样，短线会不会震荡啊？因为上方有几个压力区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。如果我们连到前面的2022年5月份的这个低档位置啊，其实有可能这个位置上去，你再观察一下16000到17000的整个区间，就是这个高点为什么当时过不去，这个高点为什么过不去，甚至8月份这个高点上去的时候它也过不去，会再压回这个区间，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区。那另外狗狗币也想跟大家聊一下，就昨天的一个观点，它这个上影线的位置，短期这个位置在 0.093 也是有一点压力哦。因为前面有跟大家讲过，这个矩形如果看这一个区间的话，它可能上方的一个目标最多就到 0.09 附近，但是你看最下沿，就是这一个压力区跟这一个支撑区，画一个矩形的目测拉上去，它其实短线也是来到一个满足位，所以我的观点是不排除在这个区间会不会再震荡出一个矩形，因为这个狗狗币的压力区也是前面这一个矩形，这个下沿的位置压力，这个下沿的位置也是一个压力区。那短期就观察吧，狗狗币会不会震荡？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